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失望，以爱未赢首播差评一片，王鹤棣白鹿雷剧玩出新花样。果然，期待越大失望越大。王鹤棣去年凭借《苍兰诀》东方青苍一脚强势出圈，白鹿先后凭借《周生如故》《警察荣誉》等精彩剧集力证实力，两位强强联手打造的现偶大剧以爱未赢，结果就这。在现偶剧扎堆上线的11月，以爱未赢上线后热度倒是不赖，很多剧粉第一时间就过来捧场，但翻阅各大平台的评价似乎不太妙，有说默皮过重的，有说演技滑铁卢的，也有说镜头和剧情都落伍的。总之，观众们似乎是喜提了一部全新雷剧。01，妆造土，剧情尬，情节设定好离谱。以爱未赢开局是女主郑书意的工作场景，她像打了鸡血似的，一心攻下实验的专访，拿下下一期的头版。此时郑书意已经凭借几篇优质新闻稿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。郑书意出场，大领衬衣加上一件杏色大衣，下身是光腿神器加短裙，脚踩一双粗跟单鞋，从造型上来说没什么值得惊艳的地方。再看妆容，披着长发，橘色调的清透妆感，感觉没衬出女主的气质。看到还有弹幕犀利地说，造型师这是把女主打扮成了农村小妹。剧情到了实验这边，他是新兴投资公司的老总，背靠大家族，却一心想靠自己闯出一片天。实验出场造型还蛮多的，除了利落的西装造型之外，还有舒适的居家毛衣装。总体来说，王鹤棣和角色的适配度较高，妆造这一块胜过白鹿饰演的郑书意。剧情前面2集基本都围绕着郑书意采访实验展开的，到了第3集、第4集逐步推进了双方的事业线，两个人也有了更多的交集。总体剧情走向是没问题的，节奏不快不慢还能接受，但是有些地方的设定是真离谱。为了男女主顺理成章在一起，郑书意的前男友像工具人一样被安排出轨，郑书意失恋的情绪也太平淡，不太合理。为了衬托郑书意的优秀，编剧安排了耍手段的同事，剧情落入俗套。可是郑书意似乎也没有那么优秀呀。采访当事人，居然在当事人面前犯花痴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采访完之后，居然还在人家车上睡着了，甚至还靠在了人家肩上，也就是电视剧才会这样演了。02，滤镜后镜头秀，画面呈现好尴尬。新剧播出之后，有一个通病就是滤镜后默皮重，拍人物进镜头的时候，脸上的瑕疵一概消失，而且妆感都被抹平了，即便是因为现偶剧，这样的画面也少了一些质感。当拍摄远景、大景的时候，周遭的物体都泛着光、反着光，甚至被锐化的发白，整个画面也失真了。总之，追剧的过程中总感觉有点悬浮之韵味。除了滤镜需要观众适应之外，导演似乎也不太会拍唯美的画面，只会用一些很秀的镜头去体现情绪，虽然有点炫技的嫌疑，但是又显得很过时。实验出场的时候，导演很喜欢刻意为他打光，还采用了自下而上、左右摇摆的独特运镜，甚至还将镜头放慢了。比如第一次出场的时候，又比如郑书意来到实验办公室门口时安排的那次出场，还有郑书意来到实验家里时，导演给实验安排了一个很完整的特写，甚至还运用了180度的旋转运镜，不觉高级，反倒觉得土气。其实实验有身高，有颜值，根本不需要这些虚空的东西去营造氛围感，就很有代入感。用的技巧多了，反倒有种刻意伪装的感觉。尤其是慢镜头的作用下，实验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像是机器人一样，从而失去了角色的灵性。
除了霸总的塑造外，导演对郑书意痴女的人设也很热衷。前面几集，郑书意就表现出了几次失态，看到帅哥至于是这种惊讶到发呆的表情吗？最要命的是导演还要将这个表情定格下来，实在是有些油腻，让人梦回姗姗来了时期的拍摄手法。03，台词空，演技呆，演员表现好失望。雷剧不单单的剧本雷人，画面雷人，演员们的表现也有点雷人。在前面几集的表现中，不难看出王鹤棣饰演的石燕一角有一定的代入感，但是他只要一说话就有点出戏，台词黏黏糊糊，吐字不清晰，原声声线也很独特，一点都没有霸总的沉稳感。白鹿的演技也没有完全呈现出来，还记得白鹿演苦女的时候，无论是抽泣苦、嚎啕哭、引人苦，那情绪都是很饱满的，感染观众的能力也是杠杠的。但是在新剧《以爱为营》中，感觉她演得比较直白，显得有些呆板和麻木。目睹男友出轨，她虽然表现出来了角色从不相信到失望的层次感，但总感觉差了一点情绪，不够到位。采访实验的时候，她虽然看起来很专业，说起财经话题对答如流，但总感觉少了一点代入感，仿佛演戏的痕迹太多了。总之，白鹿在新剧的表现有点难评，感觉是滑铁卢了，有点失望。期待着《以爱为营》开播，再失望的从剧里走出来。王鹤棣和白鹿这次真的将雷剧玩出了新花样。2，今日播出，白鹿王鹤棣《以爱为营》滤镜开太大，网友快演成悬疑剧。中国女星白鹿和王鹤棣合作主演的都市爱情剧《以爱为营》在今天晚间播出，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。这两位当红的流量明星联手出演，备受期待，让人们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。然而在剧组发布的超甜预告片中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王鹤棣和白鹿的脸部明显使用了滤镜处理，使得他们的面部轮廓几乎被抹平。这一细节让网友们纷纷吐槽说，都市情感剧都快变成了悬疑剧了。这种使用滤镜来美化演员的做法，引发了观众们的不满和质疑，认为这种处理不符合真实性。白鹿因古装剧长月烬明而迅速崭露头角，其人气持续飙升。原本她与绯闻男友张凌赫领衔主演的古装剧《宁安如梦》即将与观众见面，然而由于男3周俊伟的问题，该剧被临时撤档。如今已过去半年多，该剧仍未能如期播出，令人对《宁安如梦》的前景忧心忡忡。在此期间，白鹿参与拍摄的《以爱为营》却意外地在《宁安如梦》之前播出，使得一些人更加担心《宁安如梦》的播出前景。《以爱为营》是一部改编自中国作家俏瑶小说《错撩》的电视剧。在剧中的预告片中，白鹿饰演的财经记者郑书意为了争取得到云创总裁石燕的专访，不惜采取各种暧昧的举动来吸引他的注意。然而，这些举动逐渐使郑书意忘记了自己最初的目的，反而爱上了石燕。两人之间出现了相互告白和频繁的吻戏，剧情充满了甜蜜和宠溺的元素。搭配上王鹤棣和白鹿这两位人气演员的加持，外界对这部剧的前景充满了期待，并纷纷猜测它有可能成为一部爆款剧。然而，尽管外界对《以爱为营》寄予厚望，但剧中过度使用的滤镜却引起了争议。两位主演的脸部明显变得过白，因此一些网友感到惊讶，并直呼王鹤棣的美人尖都要消失了。现在的电视剧是不是都要过分磨皮？男主角本来就不需要磨皮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白鹿和王鹤棣在拍摄《以爱为营》之前，他们的粉丝就因为争夺偶像的位置而产生了纷争。当剧照发布后，王鹤棣的粉丝指责白鹿看起来老气横秋，两人之间的互动也被形容为阿姨和侄子。最新发布的预告片再次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白鹿被批评需要使用磨皮滤镜，
甚至导致了对王鹤棣的负面评价。这一切再次引发了双方粉丝之间的争执，也让以爱未赢的讨论度急剧上升，可谓前所未有。虽然争议不断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争论无疑提高了以爱未赢的讨论度，也提升了其知名度。正如有人所说，没有什么宣传比坏消息更有效。虽然电视剧的滤镜使用引发了争议，但当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这部剧上时，它已经赢得了大量的关注。接下来以爱未赢将如何发展，我们拭目以待。